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今天我们来聊聊宝发资源，内容包括其背景、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宝发资源 （Phohua Resources Holdings Berhad） 成立于1997年8月，是一间投资控股公司，主要业务是经由子公司从事制造和销售办公室及家庭家具的相关业务。Phohua的历史背景需要从公司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郑景发的业务生涯说起。郑景发在27岁那年开始接触家具制造行业，在4年后跟友人黄亚宝创立合伙企业，为本地家具市场进行室内装修和生产各种定制家庭家具。到了1992年，两人运用各自的名字，一起成立了宝发家私工业有限公司 （Phohua Furniture Industries Malaysia Sdn Berhad）。郑景发负责公司的运营工作，而黄亚宝则负责海外营销工作。两人共同努力，将公司的规模发展开来。5年后的1997年，随着公司的业务规模逐渐扩大，两人决定将公司上市于大马股票交易所，所以运用一间名为 Thingscape Sdn Berhad 的公司作为上市工具，并在2年后将其改名为 Phohua Resources Holdings Berhad。2000年3月。Phohua Resources Holdings Berhad 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第2版上市，并在3年后转至主板，代码为7088 Phohua。刚上市的Phohua本以为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可是却流年不利，奄奄欲坠，刚刚的碰上了互联网泡沫。才上市没几天，股价就重挫接近38%。虽然股价过后有在短时间回升，但是后来还是经不起压力而持续往下坠落，导致股价相比起刚上市时减少了大约75%左右。Phohua并没有为此而沮丧，在2002年开始将业务扩大至越南市场，在当地收购土地、成立子公司以及建设新的制造工厂。这使得Phohua在接下来几年的业绩获得了稳步的增长，并且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也能够保持着强劲的业绩表现。随着美国市场慢慢从金融危机中恢复活力，美元从2013年开始迅速走强，而公司绝大部分的营收都是以美元计算的，所以盈利也跟着大涨。投资者纷纷都开始涌入购买Phohua的股票，导致其股价在3年内暴涨接近10倍，并且之后也上上下下的紧紧跟着美元的后头。2016年9月，Phohua宣布在澳洲购买资产，正式将业务扩展至澳洲市场。到了2018年，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Phohua成为了少数的赢家之一，在贸易战期间的收入猛增，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到来，稍微拖累了其业绩表现。只不过由于越来越多人因为疫情被迫在家工作，Phohua的家具销售量也获得提升，业绩也恢复疫情前的水平。至于Phohua的股价，也在2020年初受到全球股市影响而波动，目前已经回调至10级30线至10级50线之间。Phohua是一家位于马来西亚的家具制造公司，拥有自己的品牌 AT Office System， 可以提供优质、创新和功能性的家具产品。主要的厂房位于马来西亚和越南。Phohua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麻波有5家工厂，员工总数超过1000人，并配备了现代化的自动化面板木工机械和精加工系统。而越南的制造厂是在越南胡志明市附近的平阳省和同奈省。一共拥有9家工厂以及接近4000名员工，配备现代化的木工机械和精加工生产线，可大规模生产精细的手动制造和精加工工艺的木质家具。Phohua的产品目前已获得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客户认可，其中在美国和加拿大就是公司的主要市场，分别占了总销售量的76%和28%。而其他剩余的销售额就来自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东地区。Phohua所生产的产品归类为2种类型的家具，即办公室家具和家庭式家具。Phohua为办公室家具市场的各个领域提供范围广泛的办公套件，主要包括各种设计的面板式办公套件，大部分是由承压刨花板和金属部件制成。Phohua的办公室家具会依照自己的原创品牌来设计，以及以客户品牌销售的客户指定设计来制造，包括桌子、工作台、侧面扩展、柜台、基座、橱柜和工作站。对于家庭式和家庭办公室家具部门
波化主要是北美地区家具进口商或分销商的原创设备制造商，也就是代工的意思，为北美市场的中高端市场生产各种卧室套房和家庭办公套房。卧室套房包括床、床头柜、抽屉柜、梳妆台、镜子和其他卧室配件，而家庭办公套房是集成了抽屉、文件柜、底座和娱乐装置的家庭工作站。现在来为各位介绍波化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波化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1亿2118万令吉增加了36.68%至1亿6553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695万令吉上涨了82.68%至1270万令吉。营业额和净盈利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家具出货提升带动。虽然公司在1月尾至2月初因新冠疫情而短暂停止生产，并且2月的农历新年假期更长，但是基于公司的美国客户要在供应紧张和制造商交货时间延长的情况下，确保出货并保持充足的库存，因此对家庭和办公家具的需求仍然强劲。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半年前稍微增加了2.78%至5亿8342万令吉。首先可以看到，公司的固定资产、使用权资产和物业投资都有些许上涨的迹象。固定资产大部分都是些公司名下的永久业权土地、仓库和建筑，以及厂房和机械。使用权资产就是公司租回来的物件，例如租赁土地和车辆。而物业投资呢，就是公司用来出租给客户的永久业权土地、仓库以及工厂，并按月向客户收取租金。此外，公司的库存量看来是增加了很多，相信是因为客户的订单增加了，所以公司加大了购置原材料，以制造充足的完成品。至于公司的贸易和其他应收款就没有多大的变动。根据2020年的年度报表，里面显示这公司的整个应收款中，相对数额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其他贸易应收账款。继续深入了解可以发现，当中有大约11%左右是有逾期的迹象。虽然说%率是达到了双位数，但是其数额也并不会很大，所以投资者无需太过于担忧。还有必须一提的就是公司的存款、银行和现金余额，虽然比半年前减少了12%，不过仍然是总资产当中占据最多数额的。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则稍微降低了2.48%至1亿379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最大的负债是在贸易和其他应付款，但是比起6个月前是下降了16%左右，证明公司正在减少这拖欠供应商的账款。只不过公司在这季度的短期贷款也增加了不少，比半年前加多了200%以上，是个比较需要关注的部分。不过投资者们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以公司目前拥有的现金来看的话，是比总负债还要多出20%左右的，所以也是属于一间净现金公司。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在这一季度的现金流从去年的流入转为今年的流出，比去年大幅降低了193%至2410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税前盈利比起去年是有提高了一点，只不过公司用了很大部分的资金来购置库存量，还有偿还了很大笔钱给供应商。除此以外，公司被客户们拖欠着的应收账款也还没有收回来，以及在税收方面的支出也比去年来得多，所以公司的 Operating Activity 现金流才从正数变为负数。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也大幅上涨，比去年增多了479%至606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在固定资产中有大量的现金流出了，相信应该就是近期用来扩充产能的原因。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反而从流出转为流入，比去年增多了248%的现金至7039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的银行贷款比去年高出了700%以上。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公司的 Operating Activities 和 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都是在流出的，所以需要借贷一些钱来运营公司，不然可能股息派发会减少也说不定。
总结来说，坡化所经营着的家具行业是很重要的行业之一，因为家具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用品，无论是在家中、办公室、旅馆、学校、餐馆等任何场所都可以看得见。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进步，家具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强烈。另外，拥有超过30年家具制造经验的坡化，已经从传统手工发展成机械自动化生产为主的公司，在面对众多竞争者当中，具备着绝对的优势。只不过，坡化的业务太过于依赖北美市场还有美元的表现，以至于公司的盈利和股价的起伏都跟着被其所影响，是必须要特别关注的重点之一。还有家具业是个非常容易发生火灾的行业，从坡化上市以来，厂房就经历了6次大大小小的火灾，平均每2到3年就发生一次。这是因为家具厂内都是易燃物，火势可是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有保险担保，但是损失还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有兴趣投资家具业的投资者们，可要学会如何见怪不怪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